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高雄市的这家医院建于上世纪初，历史悠久，曾经历过无数生死离别，也见证了无数生死轮回。随着岁月的流逝，医院的建筑渐渐显得老旧，尤其是一些封闭的病房和走廊逐渐被遗忘。对于这些地方的记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总是避而不谈。然而某些神秘事件却在无形中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尤其是在深夜和凌晨时分，那是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病人都无法解释的怪异时段。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关于无脸女鬼的传闻最早开始于几十年前，那时医院的6楼和7楼还没有进行过翻修，病房的窗户老旧，病床和设备也显得有些破旧。随着一些疑似神秘失踪事件的发生，这里逐渐成为了禁区。人们开始传言，在深夜有人看见病房走廊的尽头站着一位衣着白色病号服的女性，但她的脸竟然什么都没有，没有眼睛，没有嘴巴，面部是一张光滑的空白面孔。一开始医院的医护人员对这种怪异的现象并没有太多警觉，直到一个晚上，年轻护士林怡静的亲身经历打破了常规。那天晚上，林怡静被分配到6楼夜班，病房的灯光昏暗，走廊里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回荡。她走过一间又一间病房，检查病人的情况。突然，在经过一间病房时，她听到了脚步声。她抬头一看，以为是某个病人起床，便轻轻推开门，准备查看情况。然而，门打开后，她却愣住了。病房内空无一人，只有一张病床孤零零地摆在角落，床上的病人已熟睡。正当他疑惑时，林怡静突然感觉到背后有一阵阴风吹过，她下意识地转身，只见一个穿着白色病号服的女性站在走廊的尽头，背对着她。那女人的身材高挑，头发长而散乱，虽然身着病号服，但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特征，仿佛她的脸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抹去，光滑的面孔上没有任何五官，犹如一张空白的面具。请问你需要帮助吗？林怡静喊道，声音有些颤抖，但那位女性没有回应，依然保持着背对着她的姿势。林怡静忍不住向前走了几步，想要确认她是否意识到自己在说话。然而越靠近，她的心跳越加剧。那位女性的面容异常平滑，毫无五官，白色病号服的边缘似乎隐约在空气中飘动，仿佛没有重量。林怡静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身体像被冰冷的力量冻结了，无法动弹。就在她的脚步即将接近那位女性时，那位女人忽然转身，像是被风吹动一样，迅速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转瞬间就不见了。林怡静回过神来，腿一软，差点摔倒。她连忙跑回护士站，脸色苍白，嘴巴也微微颤抖着，讲述了她刚才的经历。其他护士听后也不由得脸色一变，有的低声念着保佑，有的则显得不以为然，表示这只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可能是幻觉。但是林怡静的心里却始终放不下那张没有五官的面孔。不久后，更多的病人开始报告他们在夜间看见了同样的身影。一个曾经住院的患者王女士描述了她在住院期间的经历。她声称，某个深夜，她突然醒来，看到病房门口站着一个瘦弱的女性，背对着她。王女士感到一阵冷风袭来，心中不禁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她试图开口呼喊，但声音如同被封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她想动动手指，想摸摸自己的床铃，然而无论她怎么努力，身体仿佛被某种力量束缚住了，动弹不得。突然，那位女性转过身来，王女士看见了她的面容，没有眼睛，没有鼻子，只有一张平滑的、光滑如此的面孔。那张面孔没有一丝表情，只是静静地盯着王女士看。王女士吓得连忙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时，那个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二天，王女士向护士描述了自己的经历。护士告诉她，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医院里已经有好几个病人提到见过那个无脸的女人。一些护士更是胆战心惊，不敢在深夜进入那个病房区域。不仅是病人，一些医护人员也有类似的遭遇。
一名医生李正红在一次急救结束后，走过走廊，准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经过一个病房时，看见病房门口有一个模糊的身影，那名身影穿着白色病号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空洞，仿佛不存在感知的能力。李正红走近时，突然那名女性转过身来，李正红看到的面容完全模糊，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擦掉了五官。李正红忍不住喊了一声：“你需要帮助吗？”但是那名女性没有回应，而是转身迅速消失在黑暗的走廊尽头，仿佛从未出现过。李正红回到办公室后，依然心有余悸。许多同事也都提到过这位无脸女鬼，有人认为那是一种精神幻觉，但更多的人开始感到，似乎这个无脸女鬼的出现并非偶然。有些人认为，这个无脸女鬼与医院的历史密切相关。几十年前，这家医院曾发生过一起极其悲惨的事件。传闻中，一名年轻女性患者因为长期得不到治疗，病情日益恶化，绝望之下选择了自杀。她的脸在自杀时由于痛苦和挣扎，可能遭到了严重的伤害或变形，以至于面部完全丧失了原有的特征。她的鬼魂似乎无法超越死因的痛苦，始终徘徊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之间，直到如今。另一个版本的说法则是，这个无脸女鬼原本是医院一名因遭遇暴力和情感创伤而失去自信的患者，在她死后，似乎失去了自我的象征面孔，无脸的存在仿佛成了她无尽痛苦和仇恨的化身。无脸这一特征，在许多文化和传说中都具有极为深刻的象征意义。面孔是人类最重要的身份象征之一，它不仅代表着个体的身份和个性，还蕴含着社会认同和人际关系的基础。在人类的文化中，面孔是辨认和理解他人的关键。我们通过面部表情来读取他人的情感、思想和意图。正因为如此，失去面孔这一概念，通常意味着失去了自我，无法被认知或认同，甚至是对人类存在的根本否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面孔的缺失往往引发人类的深层恐惧，这种恐惧源自于人类对于无法被理解的强烈不安。面孔承载了个体的独特性和生命的印记，而一旦面孔消失，意味着个体的身份、存在感和个性都遭遇了消减。这种无脸的存在不再属于任何特定的个体，而是成为了一种无根的、模糊不清的存在，仿佛没有生命，没有故事，没有归属感。它无法被我们所接纳，无法被我们所认知，只剩下一个冷漠、空洞的表象。在不同的文化中，失去面孔的形象常常与恐怖、痛苦、绝望或复仇相关。在东方文化中，有诸如无面鬼的传说，他们往往是那些因为痛苦或冤屈而无法安息的亡灵。这些灵魂没有了身份的标志，他们的面孔被剥夺或抹去，代表着他们与世界的彻底隔绝。无面鬼的形象常常令人毛骨悚然，因为他们象征着人类最基本的恐惧，失去自我，无法为他人所认知和理解。而在西方文化中，无脸同样是恐怖与失落的象征，比如电影《夜梦前的故事》中的无面者。这些角色通过失去面孔来表达人类最深的孤独和不安。失去面孔的存在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是一个游离在社会之外的非人存在。它没有情感，也没有过去，所有的历史都被抹去，留给人们的只有冰冷的、无法理解的空白。对于无脸女鬼的恐惧，也正是来源于此。它的存在让人感到深深的不安，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彻底的丧失，无论是个人的历史，还是他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他的面孔空白，无法给人任何情感上的共鸣，也无法让人对他的身份做出任何判断。它是一种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人的存在。它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一种无法逾越的孤独和痛苦。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无脸女鬼的形象象征了那些无法获得救赎的灵魂。在许多文化中，面部特征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灵魂得到认同的标志。面孔的消失代表了他的灵魂无法完成轮回或复生，永远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无法被世人理解，也无法获得安息。在这种层面的解读下，无脸女鬼不仅仅是一位失去面孔的幽灵，她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极度的精神痛苦与无法解脱的困境。
她是一个活在过去的幽灵，无法得到认知，也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释放。她没有眼睛，无法看见这个世界；没有嘴巴，无法诉说她的苦楚；没有鼻子，无法感知任何气息。她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失落体，彻底隔绝于人类社会之外。这种无法被理解、无法被接纳的状态，深深刺痛了所有接触过她的人心中最脆弱的部分。这种深刻的象征意义，也让无脸女鬼成为一种无可抗拒的恐惧存在。它所代表的，正是人类最根本的焦虑：失去自我，被忽视、被忘记，无法沟通与无法认同。无脸的恐怖，正是这种身份的丧失、归属的缺失以及灵魂的绝望的体现。每当人们在黑夜中想象到这位无脸女鬼时，他们不仅仅是害怕她的模样，更害怕的是她所象征的失落和痛苦，那种无法被认知的恐惧，那种深藏在人心深处几乎无法言说的孤独感。她的无脸便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内心最脆弱的部分，让人心生悚然。这正是无脸女鬼在高雄医院的故事中深深触动人心的原因。她不仅仅是一个幽灵，更是一种象征，一种永远无法被理解的存在，是对失落与孤独的最终表现。无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关于无脸女鬼的传闻早已成为这家医院的阴影之一。医院的管理层曾多次尝试安抚医护人员和患者，宣称这些现象可能是由于过度劳累、心理压力或是幻觉所致。然而，在病房和走廊频繁发生的目击事件，依然让许多人无法彻底消除对这位无脸女鬼的恐惧。而对于那些相信这个故事的人来说，无脸女鬼不再是简单的都市传说，她是那种永远无法安息的幽灵。她的痛苦，她的恐惧仍然在这家医院中游荡，徘徊在人们的记忆里，久久不去。